2026年4月19日，這個原本平凡的星期日下午，天空被一層厚重的陰雲籠罩，隱隱透着幾分多雲偶陣雨的悶青色。即便空氣有些黏膩，卻依然擋不住這座城市最繁華地帶的喧囂。位於西門町核心區域的一家文青風景觀餐廳內，靠窗的木質長桌旁正圍坐着4女1男。這裡是兼遠離徒步區喧鬧的2樓，精緻的乾燥花藝從天花板垂掛下來，與柔和的黃光交織出一種與世隔絕的寧靜感。桌子中央擺放着一個剛切開的精緻草莓蛋糕，鮮紅的草莓與雪白的鮮奶油在燭光熄滅後的餘溫中顯得格外誘人。岳清河微微低着頭，抬手輕輕整理了一下那剪裁的恰到好處的劉海。他那頭烏黑的中長髮順着白皙的頸脖垂落，髮尾帶着微捲的弧度，襯托的那張精緻的鵝蛋臉。剛剛許完願的他，眼角眉梢都還帶着一抹淡淡的笑意，目光專注地落在坐在對面的男子身上。闕恆遠正微笑着接过切蛋糕的塑料刀，他的動作沉穩，眼神裡盛滿了對身邊4位女孩的寵溺與無奈。從小到大，只要是這4個女生的生日，他們5個人絕對不會缺席，這已經成了彼此之間心照不宣的鐵律。清河，生日快樂！許了什麼願望？闕恆遠一邊將蛋糕切開，一邊用那溫和的嗓音輕聲問着。坐在岳清河身旁的伊寧雪此時正微微側過身子，她那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被高高的扎成了一個利落的高馬尾，隨着她的動作在空中畫出一道充滿活力的弧線。伊寧雪白皙的臉型在馬尾的襯托下顯得格外清冷孤傲，但此時她手裡正拿着一台微單眼相機，鏡頭對準了壽星，嘴角揚起一抹極其罕見的溫暖弧度。秘密說出來就不靈了。岳清河微微一笑，聲音輕柔的像一陣拂過琴弦的春風。咔嚓一聲，快門聲清脆的響起，將這美好的一幕永遠定格。千木羽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情，他大喇喇地靠在椅背上，任由那一頭如瀑布般迷人的大波浪長髮隨意地披散在香檳色的連身洋裝上。那張同樣精緻的無可挑剔的精緻型校花臉蛋上，此時寫滿了興奮，一雙靈動的大眼睛笑成了月牙兒。他一邊拍着手，一邊催促着闕恆遠：“恆遠，你別光着問呀，快點把最大的一塊蛋糕切給清河。”剛才他盯着草莓看，眼睛都在放光呢。而在長桌的另一端，岳映蘭正安靜地坐着。她今天梳着溫柔優雅的公主頭，幾縷碎髮順着耳際滑落，更顯得她氣質溫婉內斂。岳映蘭那雙清澈的眼眸微微彎曲，伸手將一杯剛倒好的溫大麥茶推到了闕恆遠的手邊，動作輕柔的旁扶害怕驚擾了這一刻的祥和。先喝口茶吧，今天外面挺悶熱的。岳映蘭輕聲細語地說住。這就是他們的日常，從小一起長大，經歷了無數個春夏秋冬，4位性格各異卻同樣擁有驚世容顏的女孩，心裡都裝着同一個男孩。而闕恆遠也始終扮演着最堅實的後盾，從不偏袒任何一方，小心翼翼地呵護着這份無可替代的羈絆。然而，命運的齒輪往往在最毫無防備的時刻崩碎。就在岳清河剛接過蛋糕，正準備送入嘴中的那一剎那，原本餐廳內播放中的輕柔爵士樂毫無指兆地戛然而止。與此之時，頭頂那積盞溫馨的黃色復古燈泡突然劇烈地閃爍了2下，隨即噗一聲徹底熄滅。不僅難以置信的是，這家餐廳透過那面巨大的景觀玻璃窗往外看去，整條原本霓虹閃爍、招牌亮麗的西門町街道全部瞬間陷入了黑暗。萬年大樓的外牆大螢幕、樂聲影城的 LED 看板，甚至是路邊服飾店的探照燈，全都在同一個1/1000秒內失去了光明。原本開着強冷氣的餐廳內部，空氣在幾秒鐘內便開始變得沉悶起來。怎麼回事？是跳電了嗎？千木羽愣了一下，放下了揮舞的手臂，有些疑惑地轉頭看向窗外。闕恆遠眉頭微微一蹙，本能地從口袋裡掏出智慧型手機。然而熒幕亮起的那一刻，上面顯示的不是平日裡熟悉的滿格訊號，而是一個冰冷的無服務字樣，甚至連時間都詭異地卡在下午3點14分，不再跳動。寧雪，你的手機有訊號嗎？闕恆遠沉聲問道，語氣裡多了一絲平日裡少有的嚴肅。伊寧雪放下相機，低頭按了按自己的手機，隨即輕輕搖了搖頭，
那束高馬尾隨之晃動。沒有，連緊急呼叫都按不出去。這不像是普通的基地台故障。他那冷靜的聲音此時透着一股不祥的預感。岳清河也放下了手中的叉子，手心隱隱有些冒汗，他下意識地往闕恒遠的身邊靠了靠，劉海下的雙眸盛滿了不安。恒遠，你看天空。岳映蘭的聲音依舊輕柔，但此時卻帶着一絲無法抑制的顫抖。他那白皙的手指指向窗外的夜空，不，那不是夜空。現在分明是下午3點多，但天空卻黑得如同墨汁傾倒一般。所有人順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見原本被烏雲籠罩的天空，此時竟然被撕裂開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口子。一道道詭異的、流動着幽紫色彩的光暈，如同沸騰的液體一般在雲層翻滾。那絕對不是雷電，因為那道光芒沒有絲毫聲音，只是靜靜的、冰冷的覆蓋了整座台北市的上空。緊接着，伴隨着一聲沉悶的、彷彿讓大地都為之顫抖的低頻轟鳴，一個巨大到無法用語言形容的鋼鐵巨獸緩緩從那道紫色光暈中探出了猙獰的身軀。那是一艘呈現巨大蜂巢狀的宇宙母艦，外殼流淌着暗金色的金屬光澤，無數道幽藍色的能量線條在其表面交錯縱橫，散發着令人窒息的科技感與壓迫感。這艘母艦實在太過龐大，僅僅是露出的前端就已經遮蔽了整個西門町上空所有的光線。天啊，那是什麼東西？千木羽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原本活潑的他此時死死抓住長桌的邊緣，指甲因為用力而微微發白。餐廳內的其他顧客此時也終於反應了過來，壓抑的驚呼聲瞬間演變成了歇斯底里的尖叫與哭喊。所有人開始瘋狂地往樓梯口湧去，桌椅被撞倒的刺耳聲響此起覆滅。恆遠，我們該怎麼辦？岳清河緊緊抓着闕恆遠的衣袖，身體因為極度的恐懼而微微顫抖着。闕恆遠深吸了一口氣，強迫自己那狂跳的心臟冷靜下來。雖然眼前的景象已經徹底顛覆了他的世界觀，但他知道現在自己是這4個女生的唯一依靠。不要慌，大家手牽着手。明雪你跟在最後面，沐雨、映蘭在中間，清河跟着我後面。我們立刻離開這裡，先到街上看了再說。闕恆遠的聲音果斷而有力，彷彿注入了一股無形的力量，讓驚慌失措的4女稍微找到了主心骨。易凝雪立刻將微單眼相機背在身上，一把抓住了千木羽的手，眼神在黑暗中顯得無比堅定。岳映蘭則緊緊拉住千木羽的另一只手，5個人迅速排成一列，避開了那些瘋狂踩踏的人群，順着餐廳狹窄的安全通道朝1樓撤退。此時的西門町街頭早已變成了人間煉獄，原本熱鬧非凡的漢中街徒步區，此時擠滿了瘋狂奔逃的人潮。天空中的巨大母艦開始緩緩旋轉，從那些蜂巢狀的孔洞中，無數個散發着綠色熒光的生化夾艙如同流星雨一般密密麻麻地朝着台北市各處墜落。其中幾個夾艙正帶着刺耳的呼嘯聲筆直地朝着西門町的方向砸了過來。轟隆一聲巨響，一個直徑足足有3公尺長的巨大夾艙狠狠地砸穿了不遠處一家連鎖服飾店的屋頂，無數的鋼筋水泥碎片與碎玻璃如同散彈槍般朝四周飛濺。街上的人群發出更加淒厲的慘叫，所有人盲目的四處逃竄、推搡、踩踏在每一個角落上演。就在政府軍隊與警方毫無動靜，整個指揮系統反應慢了半拍的這幾分鐘裡，災難已經全面鋪開。闕恆遠帶着4女剛衝出餐廳1樓的門口，就被迎面而來的人潮險些沖散。抓緊！闕恆遠回頭大喊一聲，他用盡全身力氣將岳清河拉進自己的懷裡，用身體幫他擋開了旁邊瘋狂擁擠的路人。岳清河整個人貼在闕恆遠的胸口，耳邊全是他強而有力的心跳聲，這讓他狂亂的內心稍微安定了一絲。此時不遠處那個墜毀的生化夾艙突然傳來一陣令人牙酸的金屬扭曲聲，原本堅硬的外殼如同花瓣般往四周張開，一股墨綠色的濃稠液體夾雜着刺鼻的腥臭味從裡面湧了出來。緊接着，1只、2只、無數只散發着冰冷金屬光澤的利爪從那團粘液中狠狠地探了出來。那是擁有流線型外骨骼、體型如同獵豹卻更加龐大猙獰的異形生物。
駝們的頭部沒有眼睛，只有一張布滿了無數層剃刀般利齒的血盆大口，渾身流淌着腐蝕性的粘液，尾部那根帶着倒鈎的鋼尾在空氣中剧烈地甩動着。嘶吼！一聲尖銳刺耳、仿佛能穿透耳膜的咆哮聲從那只怪物的口中傳出。下一秒，這只生化兵器化作了一道殘影，猛地撲向了街上一個來不及逃跑的行人。血光瞬間四濺，慘叫聲戛然而止。看着這一幕，千木羽嚇得差點叫出聲來。月映蘭則是一把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眼淚在眼眶裡打轉。走，往巷子裡走。走大路會被那些怪物當成目標。闕恆遠睚眦欲裂，他一眼就看出那些怪物正在利用敏銳的聽覺與視覺，在開闊的街道上大開殺戒。他沒有絲毫猶豫，拉住月清河，並帶着後方的伊寧雪、千木羽與月映蘭猛地折返，扎進了西門町最為複雜、狹窄的峨眉街窄巷之中。此時陰暗的天空開始稀稀落落地下起了細雨，冰冷的雨水落在焦黑的柏油路上，將那些散落一地的精品包包、飲料杯以及不知何人遺留的鞋子打濕。遠方的防空警報此時才終於慢半拍地響起，那淒厲悲涼的嗚咽聲在台北的上空回蕩着，但在這超越地球科技的異星入侵面前，卻顯得那樣無力與絕望。5個人在狹窄的巷弄間瘋狂地奔跑着，冰冷的雨水混着汗水，將月清河的劉海粘在了額頭上，也將伊寧雪的高馬尾徹底打濕。前方是一家平日裡熟悉的派出所，那盞紅色的警燈此時正無力地閃爍着，成為了這片黑暗中唯一的指引。冰冷的雨勢逐漸加大，密密麻麻地砸在西門町錯綜複雜的巷弄屋頂上，發出啪嗒啪嗒的沉悶聲響。原本潮濕的空氣此時夾雜了濃烈的燒焦味與不知名粘液的腥臭，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有一把鈍刀在刮着氣管。恆遠，等等，我的腳！千木羽那原本清脆的嗓音此時帶着剧烈的喘息，他那一頭精致的大波浪長髮此時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绺地貼在貼身洋裝上，顯得有些狼狽。由於跑得太急，他腳上的高跟鞋在跨過地上的碎玻璃時不小心扭了一下，整個人一歪，險些跌倒在滿是積水的柏油路上。伊寧雪眼疾手快，白皙的手臂猛地探出，一把撐住了千木羽的肩膀。他那一頭高馬尾隨着這個緊急停步的動作在空中甩出一道利落的弧線，馬尾上的雨水順着他清冷孤傲的臉頰滑落，最後在尖銳的下巴匯聚成珠，滴落在濕透的衣領上。木羽，抓緊我，把重心移過來。伊寧雪的聲音雖然一如既往的冷淡，但那雙盯着後方巷口的清冷眼眸裡卻盛滿了掩飾不住的焦慮。闕恆遠立刻停下腳步，他鬆開了一直緊握着的月清河的手，迅速蹲下身子。木羽，把鞋跟掰斷，快！闕恆遠一邊沉声說着，一邊伸出雙手幫忙。可是，這是你今年送我的生日禮物。千木羽咬着下唇，那張精致臉蛋上寫滿了委屈與不捨，眼眶裡轉動的淚水與雨水混在了一起。傻瓜，現在是保命要緊。月清河也蹲了下來，他一邊溫柔地安撫着千木羽，一邊用那雙微微顫抖的手用力將那精致的鞋跟折斷。月映蘭則安靜地守在旁邊，她今天梳着優雅的公主頭，此時幾縷散落的髮絲正貼在她毫無血色的臉頰上。她那清澈的眼眸不斷掃視着四周陰暗的店家櫥窗，雙手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包包，裡面放着剛才從餐廳隨手抓來的幾瓶沒開封的礦泉水。後面有聲音，有東西在爬。月映蘭的聲音輕柔的彷彿要被雨聲掩蓋，但裡面那重極致的恐懼卻讓在場所有人背脊一涼。沙沙沙沙，那是某重堅硬的利爪在水泥牆面上快速刮擦的聲音，伴隨着一種類似昆蟲口氣開合的密集咔嗒聲，正從他們刚刚經過的峨眉街窄巷深處傳來。好了，走吧。闕恆遠一把拉起千木羽，將他的手臂搭在自己寬闊的肩膀上，另一只手則重新牽緊了月清河。5個人在暴雨中互相搀扶着，終於衝出了這條讓人窒息的死胡同，踏上了西門町派出所門前的那條街道。此時的派出所門口，一輛警車的車門大開，警燈還在無力地轉動着，投射出微弱的紅藍光暈，將地上不斷擴散的血水映照得格外詭異。政府軍方的反應
慢得令人絕望。天空中除了那艘巨大的异星母艦外，完全看不到任何一台屬於台灣空軍的戰機。偶爾有一兩聲微弱的防空飛彈發射聲從極遠的台北周邊山區傳來，但隨即就被高空中那道幽紫色的光芒徹底吞噬，連一絲火光都莫能留下。裡面好像沒人。岳清河看着空洞洞的派出所大門，原本以為能找到一絲庇護的心理防線差點崩潰。進去再說，至少有牆能擋住那些怪物的視線。闕恆元果斷地推開了半掩住的防彈玻璃門，帶着四女魚貫而入。一進入派出所大廳，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與值班台翻倒的紙張焦味便撲面而來。地面上散落着無數個警用對講機，裡面正不斷傳出沙沙的忙音與斷斷續續、毫無邏輯的中央指令。各單位注意，此非一般武裝衝突。注意，此非一般。全體轉入。沙沙。聽住那混亂且完全慢半拍的行政命令，闕恆遠心裡明白，這座城市的防衛機制在接觸到外星文明的1/1000秒內就已精明存實亡了。他們現在能依靠的只有彼此。